聚焦国际热点，剖析军事装备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麻烦您点赞订阅。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：中国渔民立下大功，意外捞到价值5000亿巨宝，美日急红了眼。100多年的屈辱史，至今成为国家的伤痛，就连回忆都透露出沉重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虽然当时的我们军事装备还是小米加步枪，没有西方列强先进的技术设备，更没有西方国家深厚的经济实力，但我们不缺的爱国主义者，更不乏为了新中国的成立，挽救人民于危难之际的英烈们。也是因为有他们，才有如今身处繁华且和平时代的我们。然而，在我们感受到骄傲自豪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危机四伏。从新中国建立到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，短短数十年的时间，我们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这是所有中国人努力的结果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抉择。然而，这样的成就注定太过耀眼，注定让各个国家眼红，落后就要挨打，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。在战争面前，在强者面前，弱者从来抬不起头，从来只有受欺负的份儿。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接受中国的蓬勃发展。那么，面对中国强劲的实力，他们会怎么做呢？特殊的第二海军渔民，我们曾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屈辱史，我们深知落后弱者的辛酸和苦楚，但是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自暴自弃，因为一旦不努力上进，不努力发展，等待中国的将会是比那100多年的历史要更屈辱的事情。好在如今的我们丝毫不放松，坚持科学发展的大局，最终得到了经济军事的高速发展，成功扭转了东亚病夫的称号。在中国的兵种海陆空中，海军是最让人觉得神秘的军队，他们在大海上航行，保护着中国领海的安全，为中国百姓竖起了一个坚强的保护屏障。然而在中国的领海附近却生活着一群看似平凡的人，却有着特殊海军称号的渔民们。渔民是特殊的存在，由于长期生活在海域附近，从小以打鱼为生的渔民，其实远比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更为了解海域的情况。他们十分聪明机警，加上出海捕鱼过程中，他们撒网捕鱼的方式时常会让他们得到意外的收获，那就是敌军的侦察机或者宝藏等物品。他们也是邻国比较害怕的群体之一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放下的监听器就被渔民们打捞了出来。美国将我国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作为世上的经济强国，看到我国发展迅猛，他深感龙头老大的地位不保。正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篇》太祖开宝8年中所说：“上怒，因案件未旋曰，不须多言，江南亦有何罪？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侧，岂容野人酣睡乎？”对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成就，美国是害怕的，这对他世界第一的位置有着巨大的冲击。由此，为了监听我国情报，美国不止一次在我国领海区域放着水下监听器。不过，每一次这些监听器都能迎来他们的终极杀手——渔民。出海捕鱼，自然想要捕捞更多的鱼，那就需要渔民将渔网不停地深入海水之中，实现深海捕鱼，而监听器自然也成为了渔民的网中之物。监听器放得太深容易失效，放得太浅也容易被发现。自此，渔民不知道间接性地破坏了多少个其他国家监听我国情报的计划。这一次，渔民们又有了重大的发现。等待中国的将会是什么呢？这天，渔民们如往常一样出海捕鱼，谁知在收网的时候却发现渔网太重，众人皆以为是有大鱼上钩，便费力拉了上来。然而大鱼没有捕到，却抓到了一条价值更重的宝贝——一艘沉船。对于打捞上来的废船，渔民们上前查看，这一看不得了，船上放满了宝物，这可是一笔横财。不过渔民们很清楚，这笔钱财他们不能动，必须上交给国家。就这样，他们找到了驻扎在当地的海军，向他们汇报自己的发现。海军也是十分震惊，立马将船拉回了驻扎地。经过研究发现，这是一艘二战时期的商船。之所以沉船了，是因为在二战时期，日本从我国搜刮了不少金银财宝，为了将这些搜刮来的战利品运回日本，他们只能租用了多艘商船。然而就在运送的途中，却被美国人看见，眼红并一犯，自然也就将商船拦截了下来。两方割据，总要有个结果，于是沉船就成为了商船最终的命运，谁也得不到这笔钱财。不过如今这艘船出现的地方是在我国领海区域，自然也就属于我们的。加之这笔钱本身就是日本从我国搜刮过去的，如今这样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。但是面对这艘商船的归属问题，
题，显然日本和美国并不同意，并且各持其说。比如说，日本就在得知消息后，认为是自己国家曾经凭实力所得，理应归为自己国家，而美国则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、龙头老大的位置，所有的财产都应该归自己所有，典型的强盗逻辑。对于双方的争执，中国从未放在心上，本来就是老祖宗的物件，现在又被发现在自己的领海中，哪有拱手相让的道理？于是顺理成章的，我国就收下了这艘价值不菲的沉船。那么两个国家争夺的沉船到底有些什么呢？经过清点，最终这艘沉船中所装载的宝贝价值5000亿。面对巨额的财产，面对中国最终的处理结果，日本和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？巨额钱财的归属问题最终以中国为接收方结束。然而，面对中国的做法，美国和日本也仅仅是大打嘴仗，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抢夺行为。从这个例子上足以可见我国的强大。还记得曾经我国被火烧圆明园吗？这就是落后的下场。正是因为当年清政府的腐败和懦弱无能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，无数宝贝被拱手让人，还不敢反抗。如今的我们有了这个实力，即便超级强国的美国有意见又如何？即便曾经给我们造成南京大屠杀灾难的日本又如何？面对宝贝根本不敢动手抢，更不敢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抗举措，这背后代表的是中国的崛起。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辱的国家了。而在这一次事件中，渔民立下了大功劳，让人心生佩服，更让渔民这个特殊的队伍走进了大家的视野，更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在中国，大家真的在齐心协力的建设祖国，盼望着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。众所周知，实力强大才是国家的根本，枪杆子出政权，弱国无外交，种种道理都向我们证明了，要想有话语权，仅仅只依靠规则是不行的，规则也是在强权之下建立的，只要有了绝对的话语权，才能拥有建立规则的权利，而话语权从来都是靠军事能力打拼出来的。如今的我们早已强大起来，高速发展的中国让我们看到了腾飞的希望，也看到了更为广阔的明天。我们的国家每一天都在进步，每一个脚步都让世界瞩目，更让世界惊讶。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中国能够恢复唐朝时期的荣耀，实现万国来朝的愿望，让更多的国家崇拜我们，对我们怀有敬畏之心。美国和日本这一次的不敢反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这也是曾经的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。美好的未来不会太远，我们敬请期待。而现在的中国渔民又再次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出人意料的捞到了价值5000亿元的巨宝。美国、日本在听了动静后急红了眼，纷纷抢先争先。而且中国渔民这次出海捕鱼时还发现了一艘沉船，在发现了沉船后，渔民并没有把沉船上的物品和财物据为己有，而是选择了公正的方式，把他们所发现的全部物品交给了国家。听到这些消息后，国家派出专门的海底研究人员对沉船进行调查，最终这些专门的研究人员在海底找到了这艘沉船，并且船上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宝，里面的物质非常丰富，这些巨型宝藏总计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。这样拥有巨大财富的沉船在发现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毕竟沉船上的财产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，因此一些国家纷纷报道了此件事，并引来了广泛的讨论。当公众对沉船事件进行公开讨论后，人们不禁要问，这艘沉船到底是怎么沉到海里的？通过对海床下的工作人员的仔细研究，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这艘沉船实际上是二战时期从日本来的。众所周知，近代中国有一段被侵犯的历史，在那期间，清政府不得不签署一项丧权的不平等条约，这些都是源于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，而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，落后就要挨打。那时候中国的生产力和各方面都落后于欧洲一些国家，所以就导致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大规模掠夺，而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。它不仅掠夺了中国的财富，而且还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。当日本想把中国所有的宝物都送到自己的国家时，沉船上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在海面上发生了冲突，双方也进行了争斗。但由于当时科技尚不发达，所以美军也没有把所有的沉船上的宝物都带回海面。因为当时科技尚不发达，所以美军也没有把所有的沉船上的宝物都带回海面。而那些被埋在海面下的宝物现在才重新出现。在这件事曝光后，美国和日本都纷纷站出来，表示
这艘沉船上的物品其实是他们自己的，而实际上经过多方调查后，才发现这些物品并非是日本的，而是完全属于中国的。因为所有的这些物品都源于中国，是中国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。退后一步，这些珍宝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这些珍宝也应该完全归中国所有。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慢慢的发展，综合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被人欺负的软柿子了，它慢慢的走上了国际强国的行列，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一些武器的研究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。相信我们国家在未来的道路上会越来越好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